海滨老师是新加坡文心书院联合创始人兼教学主管。文心书院专注于新加坡市场的中文教育，打造领先的中文教育品牌，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和科技应用，让中文学习更有效、更有趣。他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在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获得中文教育硕士学位，目前为 NIE 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师的数字素养和培训。朱老师有超过20年的中文教育和研究经历，曾供职于新加坡教育部母语处，参与现行中学华文教材的课程编写和数码资源开发。你好，我是朱海滨老师，很高兴见到大家。大家好，我是朱海滨老师，很高兴见到大家。我最喜欢吃的中国食物是饺子。我最想再去的地方是澳大利亚。我会走 I can walk。 我会跑跳 I can run and jump。 我会打拳 I can box。 我会月球漫步 I can do the moonwalk。我会跳舞 I can dance。 我太棒了 I'm awesome。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如何用 AI 工具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的参与度。其实 AI 工具大家挺熟了，我们可以通过游戏化学习、沉浸式体验、个性化的辅导以及文生图视觉化，甚至可以自定义我们的 AI 老师等等这样的方式呢，把传统的教学和创新的技术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的课堂更加有趣。同时呢，我们可以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的这个成长。如果能够善用这些工具，我相信我们的学生的学习兴趣啊，还有课堂参与度一定会大幅提高。那么接下来我就用文生图和自定义 AI 老师这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具体的操作。比如说像我前几天在读历史文献的时候，里面有一段文字是元朝的这个汪大渊记载他在当时的新加坡看到的场景。当时的新加坡还不叫新加坡，叫淡马锡。那历史文字如果直接呈现给读者，其实由于它是文言文，再加上这个时间时空的这个间隔，其实是相当抽象的。不管是中文为母语还是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其实都很难直观的理解。但是呢，我把这段文字呢放进这个 ChatGPT 像这样的这个工具里面，让它生成一个场景，我得到下面这样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炸裂，在里面呢，历史人物历史就跃然纸上，让人有一种穿越的感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像这个自定义角色，就是这个 Character AI 这样的应用。比如说在语言学习课的时候，我们可以和李白对话吗？当然可以。
所以我们比如说老师通过 Cafe 里面的 Chatbot 来创建特定的这个语言环境中的虚拟角色，把李白这个人的背景提供给这个聊天工具这个 Chatbot， 然后发给学生，学生就可以跟这个定义好的李白进行一个对话，它可以用汉语，也可以用英语进行对话练习。AI 则会根据输入的这些语言来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样的一种对话方式，其实就把这个历史人物呢，把它调用到这个今天的学习场景中去，来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趣。你可以告诉我你少年时候的故事吗？你为什么写静夜思？床前明月光是什么意思呢？明月在这首诗中象征什么？我想了解你的生平，可否讲讲你最难忘的事情吗？你的好朋友是谁？你和杜甫的友情有没有体现在哪些诗歌中？原来如此，你人生的遗憾是什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介绍我最喜欢的汉字。我想呢，大家分享的其实是2个字，这2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形象有趣，而且可能还是我的工作哲学。第一个字就是夯，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看字形，我们可以猜出这个字代表的意思就是你要出很多力的动作。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夯，它的本意指劳动用力时发出的呼声。夯土、夯墙都需要用力，一点点的积累才能筑起高墙。那么夯这个字呢，它在台湾地区的口语中也有正流行、很热门、超人气的意思。你可以说人工智能现在超夯的，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简单的一个字告诉我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被看见，要有所成就，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就是夯。相反的，另外一个字其实大家都不陌生，那个字就是出的力太少，偷工减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对了，这是那个劣质的劣，上面一个少，下面一个力，上少下力。我想这个字就不需要我多解释了。我们可以从劣质、粗劣等等构词中看到，这个字明显是一个贬义词，这对我们来说是个警醒。那最后呢，如果说要给大家提一个所谓的思考和建议的话，我想就顺着刚才介绍的夯和劣这2个字的介绍，以及我本期分享的人工智能主题，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人工智能在重复性机械化的工作方面，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让我们省了很多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自己的思考，尤其是批判性的思维。反而我们更要夯实自己的基础能力，具备自主学习和自主思考的能力，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一个超夯的人才。谢谢。